郭新年，该你了，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超越李奔腾。我要做乔布斯。每一个搞移动互联网的人都想成为乔布斯，是乔布斯那样的人，是瓦特，是爱迪生，是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人，是能够在世界的科技史上留下名字的人。我认为移动互联网的革新，就是为了改变人类的沟通方式，而魔晶就是为此诞生的。我要放弃魔晶，我这辈子毫无意义。不管你们怎么反对我，魔晶必须完全控制在我的手里。我是不会向资本低头的。大家全都听见了吧？郭新年，他要当伟人。散会。哎呀，找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托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啊？问你呢，托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意思啊？我要知道的话，不早告诉你吗？我心里哪是那种藏事的？红了没了？喝咖啡吗？哎，你们不觉得汤尼最近有点怪吗？我听公司人讲，他最近一出去就是半天，干嘛去了，去哪儿都不知道。要换你们仨，那肯定是有情了。汤尼这疯子，有个情那好了。看来这事儿，咱还真得留点意。要搞清楚托尼最近在忙什么。原来5个人好的跟1个人似的，现在为了1个人，开始互相猜测、打探，可悲啊！可悲。您好，您的东西打包好了。温迪，趁热给他们带回去吧。行。我们再聊会儿。我开瓶红酒。你这都吃的差不多了，还喝红酒啊？边喝边聊嘛。人家那边加着班呢，喝什么酒啊？别喝了，别喝了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郭新年要是问我你们为什么没回去，我就告诉他，你们在这讨论怎么卖魔晶呢。哎，没这意思，没这意思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坐坐。一会儿一块儿走。其实你们在这单聊根本没用。我说句实话，以你们那点股份，根本没有独立卖股份的权利。我知道，你们觉得我这5%的股份，不是跟你们一起熬夜辛苦得来的。可是我没偷没抢，我几次要还给郭新年，是他自己不要。我希望你们以后在背后说一些对魔晶有用的话，不要讨论我。误会了，误会了，没这意思。
大家是利益共同体，在股份操作这件事儿呢，你比我们有经验，真的。我也想听听，在现在这种情形下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做？准备好了吗？其实我跟郭新年说过，现在是魔晶市值的最高点，错过这个时机，可能会出现断崖式下跌。可他觉得我是危言耸听，背着他要搞政变。更奇怪的就是，我们大家明明都讨论过这个问题，但是你们没有一个人告诉他，最后弄得像我在鼓动你们，搞得我里外不是人了。温迪，我承认，之前我们对你有看法，对不起。现在看，郭新年给你5%的股份，绝对正确。不过，我们没法再跟郭新年掰扯，是有客观理由的。郭新年是魔晶的灵魂，是我们的主要人物，我们还指望他推着魔晶往前走呢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了。不过，你放10000个心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都是自己人，一根绳上的蚂蚱。魔晶是不是到了非卖不可的地步？你也给我们撂一句准话。理论上来说，还可以有 B 轮融资、C 轮融资，但是现在拿什么去融资呢？以魔晶现在的状况，用户量、技术水平能不能有显著的提高？比如说，用户量突破2个亿，又或者是魔晶新开发了一项特殊功能，跟银行合作，开通网上业务，变成网上银行。魔晶还能造飞机呢。别说这，不说这个不行啊！你要融资就要讲故事，你为什么需要这笔钱？能带来什么样的利润？不讲故事怎么融资呢？那上次洛菲斯的投资不是很快就下来了吗？那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互联网语音传输软件。现在密聊的下载量已经超过魔晶了。密聊是抄袭我们哎。如果你这么说，投资人就会问你为什么不打官司，那故事就聊不下去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说这些根本没用。密聊马上就能拿到洛菲斯的融资了，额度远远超过魔晶。而且我听说，李奔腾要从洛菲斯接手魔晶的股份，麒麟可能有大的技术性变革。接下来魔晶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，只有李奔腾自己才知道。我们前有强敌，后有追兵。现在还需要多说吗？不卖必死。咱们的郭委员，关键时刻很不明智。我诚恳的希望你可以代表我们3个、4个，还有我们家卢卡。好，4个人，帮助我们走出困局。以后魔晶的故事由你来讲。
做个软件连饭都不吃了。快来，趁着热把饭先吃了。我很好，你好吗？听说有人要卖掉你，我绝不答应。哎，可以，不错。你这干嘛？这女的是谁啊？啊？这是老大的。啊？老大新开发的功能就是把文字都转化成语音，这是老大的标准音。哦。老大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说。今天晚上你们俩别加班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们得把时间赶回来。前2周全部耽误了，我计划在1个月之内要做一次语音的升级。你赶紧回家休息，这没你事儿啊！啊，你确定你今天晚上在这儿加班，不回家睡是吧？着什么急呀？将来他有的是时间回家陪你睡觉。郭敬年，你就活该离婚，活该单身一辈子你。好，很好，真多余，给你们俩送饭。刘海，有本事一辈子就回家睡。哼。谢谢。温小姐，是吧？靳总，你好。您好，请坐。靳总，您还没回香港就太好了啊，生怕您回去了。觉得我定不了事儿是吗？我是怕你情绪化。魔晶卖股份卖到我们家里来了，你是来看笑话的？商业竞争嘛，输赢是天命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情绪。你说是吧？彭雪我培养出来的，你斗嘴不如他。哎，你说说，为什么找我？我们过去和魔镜是敌人，卖股份是你个人意愿，还是？是我们大多数股东的意愿。那你说说，我为什么要买魔晶？因为我们之前打过官司，我认为敌人才是最了解我们的人。我们要是对魔晶没兴趣呢？是吗？那我今天来就多余了。但是我觉得金总不会那么无聊，愿意花时间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。多余谈不上啊。魔晶现在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，怎么突然想起要卖了呢？您还不知道吗？麒麟现在打算出一个很高的价格，从洛菲斯手里买入一些股份。现在魔晶的市值是2亿美金，有很多股东想出手一部分。那为什么不卖给麒麟？麒麟手里的股份太多了，控制力太强，我们也不想把鸡蛋放进一个筐里。啊，不说实话，你学着点啊。虽然是骗我，还让你听着不生气。其实，麒麟一直想染指魔晶，把这个软件并到麒麟的软件中去，然后一统江山。现在避免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分散股份。如果我们拿了股份，再倒卖一次，会不会最后回到麒麟手里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也没办法了。但是我相信，捷讯已经失败了。您肯定不希望看到麒麟一统江山吧？这内地的女孩子都像你这么聪明，我们来这里做生意那是错误的。
我把我的名片和魔晶的材料留在您这儿，您考虑妥当了，给我打电话。好。老总，送客。先告辞了。好。一定要卖掉魔晶的股份吗？是的。彭总，您再好好的回忆一下，当初是您给了魔晶机会，在魔晶最危难的时候，也是您不止一次的帮助了魔晶。魔晶能有今天的成就，有您很大的功劳。我请求你，再慎重的考虑一下。此一时，彼一时也。我帮魔晶，是为了他能升职。他现在已经升职了，我为什么不能卖？为了魔晶，让我和李奔腾为敌，我疯了吗？倒是你，纳兰，我要提醒你，我知道你和郭新年在谈恋爱，不过你不要感情用事。这事儿，你应该去找李奔腾。我已经金盆洗手了，按说不该再介入这件事情。金盆洗手了，那您怎么还不去山上当神仙？这不，新的董事会主席人选还没有确定下来。再说，之前由我经手的事情还没有料理干净。这还真让彭总给说中了。他说什么？您金盆洗手的时候，彭总就说，将来您要是反悔了，这么大一盆水，您哪喝得下去啊？哼，他竟然这么说啊，他是跟齐林的李总开玩笑的时候说的，您也别介意。怎么会呢？你们洛菲斯最近和麒麟走得很近啊。是啊，我们哪敢甩开麒麟啊？这一场移动互联网语音软件大战，以您的投资失败，金正邦的退出，麒麟的大获全胜而告终。我们洛菲斯不跟着赢家混，难道要跟着输家混？谁说我投资失败了？你什么都不懂，就不要跟着别人瞎说。啊，是，我是不太懂，您别多想。这样我就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，先告辞了。告辞。等等，魔晶的股份，不管多少钱我都要。李奔腾害得我往研发中心扔了那么多的冤枉钱，这是金盆洗手前的旧账，准备好合作。我承认，我是喜欢郭新年，但我不是因为这个才帮魔晶说话。你可以把魔晶的股份卖了，这样你只是完成了一次简单的套利。如果你帮魔晶完成了 B 轮融资、C 轮融资，你可能会创造一个商业上的奇迹。我这也是为了洛菲斯的利益着想，我在尽我的义务。你是来尽郭新年女朋友的义务吧？
听你相信郭新年的才华。我更相信资本，资本比人可靠。彭总，这件事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把魔晶的股份转让给麒麟，董事会已经批准了。这件事到此为止。彭学武，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彭学武。你是我的领导，在投资行业里，你也算是我的领路人。照道理，我应该叫你一声老师，但我现在真的瞧不起你。你就是一个墙头草，一个鼠目寸光的人，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。你可以把魔晶拆零卖了，只要有利益，我甚至相信你能把自己拆零卖了。本来你有机会可以帮着魔晶一起渡过难关，把它变成中国的苹果。可惜啊，你的眼里只有利益，没有道义。我再说一遍，彭学武，我瞧不起你。先别叫他们俩了，让他们俩再睡会儿。我都跟卢克说了好多次了，就别回家了，干脆让郭新年在这住得了。谁能想到，一个控制了2亿美金公司的人，会天天睡在办公室呢？这是境界啊！郭伟人说了，吃不过3餐，睡不过7时，穿不过1衣，死了不过一口锅大坟。这境界，我这一辈子都追不上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说正经的吧，温迪。各位，下周1就要举行洛菲斯和麒麟的股权转让仪式了，咱们赶紧想想办法吧。啊？洛菲斯真的要把魔晶的股份卖了？李奔腾已经开始收网了。他从洛菲斯手里收购股份，就是想昭告天下，谁敢染指魔晶，谁就是麒麟的敌人。我最近走访了6、7家投资公司，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绝我。看来李奔腾已经在背后做足了功课了。你原来说，金振邦和沃云生都有收购魔晶股份的意向，你觉得他们2个谁更靠谱？那姓金的可不行啊，那就是个混蛋。但是现在只有金振邦和沃云生2个人是不怕李奔腾的。各位走。这一大早就背着我偷偷摸摸的搞政变呀？不是我们搞政变，是李奔腾。刚听温迪说，下周1李奔腾和洛菲斯就要签署魔晶股份的转让协议了，这不是等着你拿主意呢吗？我知道啊，纳兰刚打电话跟我说了。你们怕什么呀？我们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是大股东，我们是控股方，只要完成 B 轮融资，李奔腾的围剿就成不了。
别走啊！不是说要开会吗？郭新年，其实你的对手不是李奔腾，是资本。资本的力量太大了，你赢不了。你和纳兰加在一起，也赢不了。那就走着瞧。我都不知道，还有专门射箭的地方，挺好玩的。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等着你去玩，还有很多好看的风景等着你去看。再多好玩的东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你是创造者，但你要学会欣赏这个世界，不能永远和它作对。你真的觉得我应该卖股份吗？真的，一点希望都没了吗？以前那么难，我们都走过来了，为什么连你都没信心了呢？一开始，你面对的只有京城和罗维，不管他们的手段多狡猾，但是因为你有创造性，而且在当时你也有商业前景，所以你能赢。接下来，你面对的是金振邦和3大运营商，当时帮你的不只有我，还有李奔腾。他也不是因为把你当哥们儿他才帮你的。他是认为你的技术对移动互联网有开拓性的作用，关键，这也是资本需要。那现在呢？你站在了资本的对立面，所以李奔腾要想尽一切方法围剿你，连金振邦和3大运营商都要向资本妥协，更何况是你。2次融资还有可能吗？客户花一点钱，就能把差评删了。你看看现在。只要到了晚上，所有最好的酒店门口停的最好的车，都是咱们公司员工的。他们哪来的钱买啊？你们给我递上来的报告，说你们的监督多么有效。我告诉你们，什么叫监督？现在连3岁的孩子都知道为 cloud 腐败透顶。我是金盆洗手了，但是我没有金盆洗脑。只要你们一天不改，我就一天不停的跟你们斗争到底。温云先生，跟谁生气？说正事。
说正事。相信你应该知道了，李奔腾收购了洛菲斯手里魔晶的股份，他要围剿魔晶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但是我们还不想放弃，我们想走自己的路，所以我们要做 B 轮融资。希望你能支持我们。说说，你要 B 轮融资做什么用？我要做语音和文字的转化。还有呢？我还要做网络电话。在技术方面，我分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全球即时视频通话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都可以看到对方的影像。第2个阶段，我会在手机里设置一个3D 的投射系统，把即时影像投射成3D。就像电影《星球大战》里的通话一样，只要拨通电话，一个活生生的人就会立在你面前。第3个阶段，我们可以拍摄一个场景，比方说是家庭的聚餐，把这个视频传给海外的亲人，只要他点开视频，他的眼前就会出现真实再现。除了不能用手触摸到真实的形体以外，一切都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，远在千里，近在咫尺。滚云先生，沃云先生，您在听吗？你的这些想法，的确让我有天涯咫尺的感觉。我承认你很有想象力，而且在技术上，也的确有实现它的可能。但是，我们不能望梅止渴。你实现它要多久？几年？好，就算你下个月就能实现，可这个地球上还没有足够大的带宽和流量来支持你，而且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斥巨资陪你万里长征，创造历史。真的，这不现实。所以，还是把它卖给李奔腾吧，这是最明智的选择。沃云先生，我不想这么年轻，就像你一样金盆洗手。我打不了太极，我也当不了神仙。我要是不能有所作为，我宁愿去死。霍云先生，他不是故意冒犯你的。过新年，就凭你刚才那几句话，尽快把你们的项目计划书做好给我。魔晶的 B 轮，我投。
菲斯集团很荣幸和麒麟企业有了这样一次精诚的合作，将洛菲斯集团所拥有的魔晶股份转让给麒麟企业。在魔晶还只有5人创业团队的时候，洛菲斯就已经独具慧眼，跃升进入了移动互联网。这样的勇气跟眼光，值得我们学习。这次股权的转让，其实转让的是一份责任。让我们祝福魔晶，有了麒麟的帮助，相信魔晶一定会越飞越高，越走越远。李总，您是如何看待互联网现状的？能不能就此话题接受上我们的采访？对啊，李总，介绍一下吧。李总，跟我们说几句吧。李总，我想跟您再好好谈一次。介绍一下吧，李总。李总，介绍一下好吗？说几句好吗，李总？刘小玲，你找李总有事儿？我想代表魔晶其他的股东，再跟麒麟好好谈一次。啊，好，那我们随时恭候。相比较还是咱们食堂好哈，比较人性化。所以我们得把他的股份买回来，对吧？哎，卫东啊，这还是我第一次，我看着吃的我不想吃啊。哎，彭总，你们这洛菲斯一直都这么抠吗？响应号召，不能大吃大喝。再说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喝个脸红脖子粗的不太好吧？来，大家举举杯，我也尽尽地主之谊啊！哼，够热闹的啊！哇，连神仙都来了。您不在山里好好修行，跑我们俗人堆里来干什么呀？我就是专门下山来度化你们这些沉迷于酒色财气的恶人的。去，别来这一套，这里没你不好玩。要不你把那盆水喝了，回来吧。你先跟我来一下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二位，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我们谈点事情。谢谢。你打算干什么呀？我打算干什么？啊？你从洛菲斯那儿收购魔晶的股份，是打算和麒麟软件合并啊？可我怎么看着不像呢？你操心的真多，为什么不像？魔晶是个好软件，而且这是公司董事会统一的决定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。你少来！我问过麒麟的技术部，他们把仿制软件都做好了，语音系统也很完备，结果被你一句话就打回去了。所以这我就不懂了，你打算干什么呀？肯定没那么简单。谁告诉你的？这你就别管了。这件事没多少人知道，到底谁告诉你的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我承认，魔晶是个好软件，但是它已经到了瓶颈期，后面的山寨软件会把它活活压死。别人可以做山寨，你也能山寨，所以我就在想，你买魔晶是个幌子，后面肯定有秘密武器，而且是核弹级。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
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有你陪着我，来完成我的梦，迎接晴时嘲笑的苦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